一向回家困难的辉宝，这次竟然主动回家，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天，瑞宝正安静地待在平台下面吃着竹子。平台上的辉宝看到后，先是用嘴咬住竹子。瑞宝感觉到自己的竹子要被抢走，紧紧地将其拽住，奈何自己的力气太小，只能眼看着竹子被辉宝咬走。看来辉宝比瑞宝胖个8斤，真不是白长。而此时的瑞宝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跑来找辉宝理论。还没等瑞宝说出话，辉宝直接对着瑞宝一口饮了下去。被咬后的瑞宝并没有放弃，而是走到了辉宝的后面，打算从后面对他下手。卡在楼梯口的辉宝察觉到有人咬自己的屁股，便赶忙从楼梯口下来。眼见情况不妙的瑞宝赶紧爬上平台，看到辉宝跟上来，瑞宝用手阻止着辉宝。你别说，辉宝还挺猛，把瑞宝直接从平台上拽了下去。而这时辉宝趁机爬上平台，占领高处，防止再次被瑞宝搞偷袭。趴在平台上的辉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瑞宝，看到瑞宝要爬上来，辉宝就用自己的小手推搡瑞宝。一会儿，等当辉宝转头拿竹子的功夫，不料身后的瑞宝迅速爬了上来。听到动静的辉宝直接呆坐在平台上，看到瑞宝上来，辉宝连竹子也不吃了，快速跑过去，想用自己的铁头功。瑞宝赶紧把自己卷入一团，随后两小只便开始打了起来。就这样，姐妹俩从平台上打到了平台下，谁也不服谁。不过这更多的像是在玩闹，因为姐妹俩打累了，默契的拿起地上的竹子一起吃了起来。这时机灵的瑞宝看到妈妈过来了，二话不说直接走向小树。瑞宝知道妈妈这个时候脾气最不稳，而憨憨的辉宝此时还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只见走过来的艾女士先是绕到辉宝身后挠了挠脚，然后直接给辉宝爬梯上丢了下去。经过辉宝时还不忘补上一脚。辉宝也不傻，知道妈妈这时是要回家，辉宝立马爬起来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追了上去。不过辉宝踏进通道门的一瞬间又辉宝此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是爷爷我自己下班喽，嘻嘻，我骗你的。江爷爷的爱就是这样的简单直接。江爷爷今天来到园区，看到福宝没有吃什么东西，似乎是没有什么胃口。江爷爷感觉应该是竹子的问题。此时江爷爷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江爷爷离开园区，一路小跑。江爷爷来到了爱宝乐园的竹林前。这片竹田当时种植的目的就是为福宝一家用来提供紧急食物的，而现在基本上是用来为福宝和乐宝挑食做准备的，以及爱宝坐月子时总是没有胃口，爷爷便也会来到这片竹田，为其准备一些新嫩的竹子。江爷爷在竹田里一阵忙碌，收获了满满一大捧的竹子。江爷爷扛着竹子越过人群，来到了仓库。因为这些竹子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比较久了，上面有些许灰尘。江爷爷将上面的灰尘进行了清洗，清洗完后，江爷爷便扛着竹子准备给福宝送去。但在此之前，爷爷打算先让福宝回家来休息一下。而福宝此时又在门口和爷爷玩欲擒故纵了，表示爷爷没有小零食，自己是不会回去的。爷爷只好妥协。爷爷将福宝哄回来了后，自己去到室内园区为福宝放置刚才清洗好的竹子。而此时福宝就在门口等着，哪也不去。爷爷走之前还跟游客们开玩笑道，福宝马上就出来，如果福宝不出来，自己就替福宝出来。爷爷离开后，福宝从通道门口走了出来。这次福宝出来后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接着福宝拿过爷爷准备的竹子，开心的吃了起来，说明爷爷刚才采摘的竹子深得福宝胃口。忙碌完福宝后，爷爷坐在了爱宝和瑞宝辉宝的监控器前，拿出自己的小日记本，开始记录爱宝以及瑞宝辉宝今天的状态。这个日记本是江爷爷的第41本，从福宝出生到现在，江爷爷一直都保持着这个习惯，里面记录着他们的日常以及对他们未来健康长大的期望。今天周末来看福宝的游客比昨天不知要多了多少倍。只知道依依早上10点15到达的爱宝乐园，看到瑞宝和辉宝时都快1点了，但当看到瑞宝和辉宝时，依依刚才烦躁且疲惫的心瞬间就没有了。此时瑞宝正坐在小滑梯上玩耍，而辉宝此时正乖乖坐在妈妈身旁，姐妹俩一个文静，一个爱动。瑞宝在滑梯上玩耍了2天后，今天开始尝试抱着身前的小树练习爬树了。瑞宝站起身，卖力地伸着自己的大长腿向上迈去。虽然最后瑞宝没有爬上去，但成功给自己卡在了树缝里，也算有了一个突破。而辉宝看到姐姐在滑梯上玩得这么开心，自己也想要爬上去玩耍了。爱宝看瑞宝这笨兮兮的样子，来到滑梯上辅助瑞宝。爱宝守在其身后，让其大胆的尝试。爱宝是懂育儿的，孩子的每一个细节，爱宝都看在眼里。一会儿，观看时间到了，依依来到了室外。此时圣希阿姨正在为福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而福宝正在高高的树枝上
而乐宝看到自己的大女儿在树上后，自己也爬到了树上。这个高度，想必这父女俩应该可以相互看到彼此。福宝在树上这摇摇晃晃的样子，看得姨姨们提心吊胆，因为这根小树枝实在太细了。一会儿，福宝从树上下来，福宝下树又引来姨姨们的一阵欢呼，这让刚才本就为数不多观看乐宝的姨姨们全给吸引过来了。福宝从树上下来后，先是观察了一下自己的小瀑布，福宝对自己的小瀑布情有独钟。一会儿，姨姨在排队回来时，遇到宋爷爷正在室内园区陪瑞宝和辉宝姐妹俩玩耍，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其可爱的样子。姨姨们能分辨出眼前的是瑞宝还是辉宝吗？那必然是调皮可爱的瑞宝了。宋爷爷变身大灰狼吓唬瑞宝，瑞宝虽然被吓得连连后退，但依旧高喊自己才不害怕呢。瑞宝调整心态，再次走向爷爷，爷爷抱起瑞宝，瑞宝还害羞地捂上了眼睛。爷爷让瑞宝体验了一下起飞的感觉，然后怀抱着瑞宝去找妹妹和妈妈。瑞宝在爷爷怀里并不安分，不断的折腾。当下班时，宋爷爷趴在小亭子上假装哭泣，瑞宝凑上前用小手抚摸爷爷，安慰爷爷。没想到爷爷突然的一个抬头，给瑞宝吓了一跳。瑞宝表示爷爷真坏，不过宋爷爷的这个样子是多少姨姨们羡慕不来的。宋爷爷和瑞宝玩耍完，从地上给辉宝捡起来，怀抱着两只大熊猫，乐颠颠的回了家。姨姨第三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此时正趴在小亭子上休息，趴着趴着，小眼睛就眯上了，进入了梦乡。今天爷爷给福宝的园区换了新滑梯，福宝来到园区后，很快便解锁了新滑梯的使用方式。这次的小滑梯很多细节都修饰的都很到位，高度宽度都有了新的调整，福宝2-3步就能爬上来了，而且平台变大了后，这样福宝躺下来再也不会露着半个屁股了。福宝在上面怎么玩耍都可以，玩累了可以直接顺着滑梯来下面，而且由于高度降低，福宝也不会害怕了。看福宝在滑梯上蹭来蹭去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爱爷爷这次的新礼物。如果你想说这滑梯是为瑞宝和辉宝准备的，那只能说瑞宝和辉宝现在还小，还不懂滑梯怎么去玩，要等再长大点才能解锁滑梯的使用方式。而且现在瑞宝和辉宝的心也没有在滑梯上，他们正处于妈宝阶段，每天只想着跟在妈妈屁股后面添乱，所以滑梯就先由福宝玩吧。福宝躺在滑梯上，伸着懒腰，别提多舒服了。不过瑞宝对园区适应的很快，瑞宝很明显是一熊，而辉宝则是给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像是个哀熊。想必瑞宝遗传了乐宝的性格，辉宝遗传了妈妈的性格。福宝玩耍一阵后，肚子有点饿了，来到了小亭子上吃竹子。刚运动完的福宝现在很有胃口，竹叶一口接着一口，吃得很香。而等姨姨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已经吃完竹子了，此时来到了树上休息。想必这5分钟只能看福宝睡觉的样子了。姨姨接着再次去排队，想再看看福宝睡醒后的样子。福宝园区的通道门口正缓缓打开，不过今天先走出来的是爱宝，今天是爱宝生2胎之后的第一次正式营业。除此之外，与之不同的是，今天还是瑞宝和辉宝的第一次营业。不过爱宝离开门口好久了，瑞宝和辉宝都没有走出来，应该是有点害怕了。而江爷爷则开始在后面进行帮忙，直接将俩姐妹抱了出来，然后堵住通道门口，防止姐妹俩再偷偷跑回去。姐妹俩胆小的抱着爷爷大腿不想松开，而爷爷离开时，姐妹俩始终都没敢走远，只是在通道门口处玩耍，啃啃石墙，感觉味道不好。然后又听听门里有没有声音，像是要回家。爷爷见状，只好将姐妹抱到中间，让其今天在园区放开了玩耍。之后姐妹俩开始慢慢适应，闻闻泥土的气息，爬爬爷爷的独木桥，仔细观察着园区的角角落落。而爱宝这里则开始了自己的度假时间，坐在小木床上享受着美味的竹子，因为爱宝知道奶爸会帮自己看好瑞宝和辉宝的。不过爱宝也没有一直偷懒哦，当爱宝吃饱后，也有在陪瑞宝和辉宝玩耍。不过此时瑞宝的体型和爱宝比起来确实悬殊，瑞宝的整个身子还没有爱宝的大腿粗，瑞宝用尽全力的想要爬上去，但无奈腿实在是太短，根本上不去。不过最后收熊的工作爱宝还是交给了奶爸，自己先下班回家了。将爷爷左手一只瑞宝，右手一只辉宝，走在下班路上。开始时瑞宝看到爷爷只抱妹妹不抱自己，还吃醋了，于是便主动跑了过来。将爷爷内心乐开花了，心想这下省事儿了。而今天爱宝在来室外园区玩耍时彻底放飞自我了，自己玩自己的，根本不想带娃，疯狂抓树皮。而从野生动物角度上来看，爱宝的这个行为是在告诉其他动物，
这里有大型动物警示不要靠近，更是为了不让其他动物来伤害宝宝。当爱宝确认自己的标记和留下的抓痕够用了时，便坐了下来，将瑞宝和辉宝搂在怀里一起玩耍，让瑞宝和辉宝充分享受着来自自己的母爱。两只小团子围绕在爱宝身边，画面看上去甚是可爱。而宋爷爷此时正在隔壁乐宝园区为乐宝修理小木床。之前乐宝给自己年龄立牌的拼音缩写啃掉了，这次爷爷不再只用胶水，爷爷进行了2次加固，不仅用胶水，还用钻机进行了打孔，然后用木头进行2次固定。用木头固定既可以达到固定的作用，如果乐宝再次进行啃咬的话，也没有什么危险。一会儿，瑞宝趁妈妈不注意，自己来到了小树前，对着爷爷的小树啃了起来。这下福宝又多了新的帮手，为园区早日呈现黄土高坡的情形大大缩短了时间。因为瑞宝和辉宝只营业一上午，下午福宝需要回来休息。爱宝到点时便叼着瑞宝和辉宝往家走，为自己的大女儿腾地方。福宝这周的生活视频来了，这是12月29日，这天爷爷给福宝在园区铺了新的地毯。福宝面对这个地毯表示很满意。爷爷今天则是直接打开通道门，让福宝来到了室外园区。此时宋爷爷正在通道门口呼喊福宝去室外玩耍，因为江爷爷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那就是为福宝园区播撒种子。爷爷表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园区是光秃秃的了，已经没有了什么植物，所以需要再种植一些新的，让园区重新恢复一下生机。想必现在将爷爷种上种子，明年春天就可以长出来了。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在室外园区的雪地上散了会儿步。福宝走在雪地上的样子很是漂亮，有一种在观看北极熊的视角。福宝在园区逛了一圈后，来到了小木床上吃爷爷准备的大窝头。一会儿，福宝回室内园区后，爷爷留下来欣赏了一下福宝的大脚印。福宝留下的脚印很是清晰，这要是放在野外，就是标准的大型猛兽留下的痕迹。第二天早上，江爷爷来到房间叫醒福宝，让其起来吃小零食，顺便检查一下今天的体温。福宝一切正常，爷爷给福宝把通道门打开，让福宝来室内园区玩耍。下午爷爷再来时，看到了福宝在树上睡觉的样子，这惬意的睡姿看上去很是享受。宋爷爷又在干姨姨们想干却干不了的事情了。宋爷爷托起辉宝的小脑袋，对其宠溺了一番。辉宝身上脏兮兮的，但不妨碍肉是软软的。宋爷爷用力抱起辉宝放到一旁，等过段时间姐妹俩再胖点，两个爷爷就要举不动了。早上瑞宝、辉宝姐妹俩正黏在一起贴贴。一会儿宋爷爷来到园区为爱宝收拾小亭子。宋爷爷将爱宝吃剩的竹子整理到一起，打算带走。而瑞宝看到爷爷来了，便开始在小亭子上躺着撒娇，吸引爷爷的注意力。一会儿宋爷爷将旧竹子整理好带走，而瑞宝的小眼神则一直紧盯着爷爷，直到爷爷消失在门里。不过很快宋爷爷又扛着新竹子回来了，瑞宝第一时间发现爷爷，小眼神便离不开爷爷了。宋爷爷将新竹子放好后再次离开，爷爷刚走，调皮的辉宝就给竹子弄乱了，爷爷只好再次回来重新整理竹子，还拖着辉宝的小脑袋，让辉宝要乖乖的。但宋爷爷还是不放心，给辉宝放到了小木床上。一会儿爱宝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来到小亭子上吃竹子，而瑞宝守在小亭子的爬梯上阻挡着妈妈，还给了爱宝一巴掌。好在爱宝没有理会，不然瑞宝将会体验妹妹之前玩过的爱的旋转。昨天江爷爷拿着一块浴巾，正在为姨姨们表演着大变活熊。江爷爷把浴巾拿开，辉宝就被变了出来。姨姨们捧场道，夸江爷爷这个魔术真神奇。爷爷拿着浴巾给变出来的辉宝擦拭着身体。江爷爷给辉宝擦完身体后，拿着浴巾去到了瑞宝身边，打算再给姨姨们表演一个大变瑞宝。当下午姨姨再次排队来看福宝一家时，福宝正在树上睡觉。宋爷爷给福宝送来了窝头和胡萝卜，想着让福宝一会儿醒来的时候吃。而今天姨姨依旧是起了个大早来看福宝一家。当姨姨来到园区时，辉宝和爱宝母女俩正趴在滑梯上享受着这安宁的熊声。爱宝在左，辉宝在右。不过辉宝躺了没一会儿便开始折腾，像极了不爱睡午觉的小孩，小脑袋里只想着玩点什么好。而这时的福宝正在室外营业，在园区转来转去。由于瑞宝和辉宝出门营业后，爱宝乐园的游客人数再次刷新了记录，而现在福宝室外园区的观看时间也被限定在了5分钟。依依在福宝园区观看了福宝5分钟散步的样子，然后重新去排队。依依这一次排队排了240分钟，等来到园区时，爱宝已经带着瑞宝、辉宝回家了，而福宝此时正在树上挠痒，江爷爷则在旁边为福宝收拾竹子。等江爷爷收拾完竹子离开后，福宝没一会儿就趴在树上睡着了。
福宝的睡姿看上去很享受，爱宝正坐在草地上吃胡萝卜。爷爷看着爱宝这个样子，控制不住的发出了耶波耶波的声音。爱宝这健康且可爱的状态简直太漂亮了。爱宝这乖乖吃竹子的样子很是乖巧。一会儿，爱宝听到了过山车的声音，抬头看去。虽然爱宝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本已见过许多大风大浪，但是对一些声音还是很敏感。爷爷表示这样很好，表示爱宝依旧有自我保护的意识。而此时辉宝正在练习攀爬独木桥，爷爷则在旁边不断的鼓励着辉宝。爷爷的鼓励对辉宝很是管用。不过此时辉宝身后的瑞宝却没坚持住，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在爷爷的鼓励下，辉宝成功爬到了小亭子上，将爷爷镜头向下。碰巧和正在偷偷观察自己的瑞宝撞了个对眼，于是瑞宝便对爷爷发起了追逐。下午姐妹俩下班回到家，辉宝和瑞宝练习起了吃竹子。爷爷表示，等瑞宝和辉宝8个月大时，就可以正常进食竹子了。爷爷问姐妹俩竹子好不好吃，姐妹俩没有回答，都在埋头吃竹子。看来姐妹俩对竹子的味道都可以接受，但竹子和妈妈的奶水比起来，姐妹俩当然是要先选择妈妈的奶水了。瑞宝和辉宝在爱宝怀里争抢着，都想多吃一口，这气势就差打起来了。不过姐妹俩倒是讲究，吃一会儿还知道彼此换换位置。等姐妹俩吃完奶，将爷爷拿来毛巾为姐妹俩擦身子。有时爷爷也分不清姐妹俩身上的水渍是爱宝的尿液，还是饮水盆的水，亦或是沾在身上的奶水。爷爷表示不管是什么，擦干净后都一样。爷爷给姐妹俩擦完身子，但姐妹俩咬着毛巾不想放开，爷爷索性给毛毯盖在她们头上，这下都老实了，瞬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乖乖等待着爷爷来解救自己。不过当爷爷给毛巾拿开后，姐妹俩仍是不长记性，还要继续玩，乐此不疲。福宝正慵懒地躺在小树上，一只小脚给另一只小脚挠着痒，享受着自己的惬意熊生。现在瑞宝和辉宝每天在室内接替福宝营业，这让福宝生活变得悠闲起来。每天早上出门就可以去室外玩耍，等玩耍累了，时间也就来到中午了。这时爷爷会让爱宝以及瑞宝、辉宝回家，福宝回到室内园区吃午饭。当吃完午饭后，福宝就可以去树上睡觉，等待下班了。而乐宝这里依旧是我们阳光搞笑大熊猫，而瑞宝和辉宝随着长大，也渐渐解锁了自己从爸爸那里遗传来的搞笑天赋。辉宝在家时没事就会抱着栅栏练习攀爬，而瑞宝想着自己没啥活儿，就索性给姨姨们表演了一个啃脚丫。在室外时，姐妹俩的花样更多，比如在小亭子前和姨姨们玩躲猫猫，还有喜欢健身的瑞宝抓着独木桥做引体向上，再有就是和爷爷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圈跑下来，整个熊都变得黑黄黑黄的。当下班点到了时，姐妹俩就会像跟屁虫一样跟着爷爷跑，这一点倒是让爷爷蛮省心的。上周姐妹俩都还是小心翼翼的，哪也不敢去，只敢在门口观察。仅1周，姐妹俩就适应了室外的生活。爷爷和姨姨们看了瑞宝和辉宝的变化，都表示很开心。姐妹俩也在爷爷和姨姨们的期望中健康成长着。爱宝这个坐姿简直就是财阀本阀，只不过2个小跟班的气质暂时还没有跟上。辉宝这里还不小心被妈妈一下蹬下了小亭子，爱宝略显尴尬，急忙俯身去跟辉宝道歉。看到辉宝摔得还挺开心的，爱宝的内疚便没了。姨姨们可不要说爱宝偏袒瑞宝，在辉宝掉下去之前，爱宝还在让辉宝体验坐飞机的快乐，给辉宝把玩在手里根本爱惜不够。一会儿，瑞宝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了下来，辉宝还从身边路过了一下。瑞宝躺在爷爷种植的南天竹前，吃着南天竹上发的新芽，这小模样不要太乖巧，而且瑞宝眼睛里有福宝一家其他成员没有的机灵感，一看就是大聪明，以后指定比福宝更会拿捏爷爷们。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抓鸟宝玩，鸟宝被福宝吓得一愣一愣的，一撵一个不吱声。一会儿，爱宝带着姐妹俩下班回家，福宝从室外园区走了进来。福宝今天回到室内后，被妈妈和妹妹们留下的气味吸引了。本来吃完竹子的福宝打算上树去睡觉，结果突然临时改变了主意，转头在园区里检查了起来，像极了把自己的东西借出去后被人再次还回来时的小心。福宝检查着自己园区的各个家具，查看妹妹们有没有给自己弄坏。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趴在树上休息，小眼睛一点一点的合上，渐渐的进入了梦乡。爱宝正坐在小亭子上惬意的吃着竹子，而姐妹俩则在爱宝身后打闹玩耍着。此时瑞宝在小滑梯上不让辉宝上来，而辉宝就趁瑞宝注意力没在自己身上时偷偷溜了上去，打算偷袭瑞宝。不过瑞宝的反应也很是灵敏，
立马从树上下来阻挡辉宝。于是姐妹俩便在小滑梯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瑞宝想给辉宝顶下去，而辉宝就这样牢牢抓着小滑梯，使自己不要掉下去。辉宝背对着瑞宝，瑞宝则趁机在辉宝后背咬了好几口，直到给辉宝打得喊服了为止。瑞宝看辉宝服了，便给辉宝放开了。而辉宝趁瑞宝不注意，又打算偷袭，谁知瑞宝突然一个回头，给辉宝吓一跳，辉宝直接从滑梯平台上掉了下去，一下掉进了滑梯缝里。瑞宝心想这下完大了，来到滑梯下面看妹妹有没有事儿。瑞宝看到妹妹没事后，这才放下心来，转身再次爬回小滑梯上玩耍。而辉宝也自己拍了拍身上的土，重新爬了上来。一会儿，瑞宝在小滑梯上玩够了，来到小木床上。这次瑞宝算是落到了辉宝的手里，辉宝给瑞宝压到身下，一顿胖揍。辉宝揍累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瑞宝趁机给自己翻了个身，反将辉宝压在了身下。不过最后，辉宝一个下蹲，再顺势一顶，给瑞宝顶下了小木床。而爱宝从始至终头都没有回，一直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园区玩耍。福宝来到小亭子上，站在小亭子的扶手上，看样子福宝是想爬树了，但奈何园区刚下过雨，树上太湿了。福宝思考再三，在安全与爬树之间选择了爬树。福宝抓着树干来到了第一个树杈上，福宝站在上面观望了一会儿，没有再继续往上爬。福宝玩耍一会儿后，又抱着树干小心翼翼地从树上滑了下来。现在福宝每天的运动量很大，在室外吃完饭后便一直在室外散步，最近很少会在室外睡觉。而当福宝回室内后，由于太困，吃过竹子后便会一直睡到下班。宋爷爷又来护栏上摘熊了，调皮的辉宝一天不知道要被爷爷救下来多少次。被救下来后，辉宝好像还有点不服气，转头看看爷爷走没走，确认爷爷走后，然后继续爬。辉宝每天不是在爬栅栏，就是在想办法爬栅栏。而瑞宝则因为不会爬栅栏，有点难过，心想妹妹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下一秒辉宝就从栅栏上摔了下来，爷爷开门关门，辉宝都不会受影响。辉宝像是一个挂在护栏上的熊猫挂件。而今天江爷爷的团队还在一起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宋爷爷考虑到现在的室内园区太旧了，于是便买来一些草种，然后均匀地撒在了室内园区，等到来年春天，园区里就可以重新焕发生机了。饲养员们为了让瑞宝和辉宝出门玩耍，可谓是做了十足的准备。这时的江爷爷表示，辉宝的体格子要比瑞宝大，但是现在瑞宝却先适应了新环境。江爷爷表示自己对瑞宝寄予厚望。앞으로도 루이바오가 기대가 됩니다. 호이바오도 기대해요. 此时的江爷爷殊不知辉宝将在2个星期后拿捏整个室内园区。今天姨姨来看瑞宝辉宝时，此时母女三雄都在小木床上，辉宝正背对着姨姨们吃竹子，而瑞宝正在小树上玩耍。瑞宝给自己折腾到了树杈中，样子很是乖巧。直到下午，江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姐妹俩跟着爷爷转起了圈。江爷爷将竹子收拾完后，便来接姐妹俩回家了。江爷爷先给辉宝抱了回去，而瑞宝则跟着爷爷来到了员工通道前。当爷爷准备抱瑞宝时，瑞宝转头就跑了。江爷爷给瑞宝抱起后，跟姨姨们说了声再见，便抱着瑞宝回家了。福宝这周在室内生活的样子来了，姨姨们猜猜这个大屁股是谁的？没错，那就是我们的福宝的。福宝这个睡姿简直和乐宝的睡姿一模一样，这是福宝一家的标志性脑充血睡姿。爷爷为了给大家做比较，来到了乐宝房间，没想到乐宝今天没用这个睡觉姿势，而是用了一个更惬意的姿势，小脚搭在小木床上，身体躺在地上。乐宝不愧是宝家最搞笑的大熊猫，总是不经意间给爷爷和姨姨们带来不一样的笑点。乐宝听到爷爷声音后，还坐起来和江爷爷问好。江爷爷表示让乐宝好好睡觉，自己不多打扰了。之后江爷爷来到了一个从未来过的房间，这个房间有福宝一家包括2个爷爷所有的生活日常。最让爷爷惊叹的是一幅由福宝一家生活照片所拼成的福宝照片，里面包含福宝一家生活的点点滴滴。江爷爷看着上面的照片，表示全是满满的回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福宝一家的视频，从江爷爷到中国挑选大熊猫，到现在有了瑞宝和辉宝。江爷爷看着之前的照片，一时入了神。江爷爷走着走着，发现一个被折断的小树枝，爷爷问是不是福宝偷偷溜进来搞破坏了。江爷爷习惯性的为他的宝贝孙女收拾案发现场。这里除了福宝一家的视频和照片以外，还有一些有关饲养员们的东西，比如饲养员们的工作服和福宝以及2个妹妹喜欢的皮靴。在房间的中间位置还有一只巨大的福宝公仔。江爷爷上去试了试手感如何，爷爷表示怀抱着福宝的感觉真的很棒。江爷爷边走边看，
和福宝的点点滴滴不断的涌上心头，将爷爷眼中的泪忍不住的流了下来。这意味着福宝将要离开爷爷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想必江爷爷也是因为想到福宝要离开，所以才不禁流下泪来。而这个新的福宝纪念馆，想必当福宝真正离开后，可以帮助爷爷和韩国的姨姨们留有一些对福宝的念想。瑞宝、辉宝姐妹俩上周的生活日常来了。这天是1月7日，此时瑞宝、辉宝正在吃奶。江爷爷来到房间，准备给姐妹俩吃完奶的奶盆拿走。虽然姐妹俩都给奶盆舔得干干净净了，但都依旧不想放开。辉宝趁爷爷去拿瑞宝奶盆时，扶着瑞宝的身子直接站了起来。辉宝这核心能力越来越强了，乐宝身上那点优秀基因全给辉宝了。姐妹俩看到自己的奶盆被爷爷拿走了，便直接抱着爷爷的大腿，不让爷爷走了。吃过早饭，姐妹俩该上班了。爷爷先是给爱宝测量了一下体重，但此时辉宝躺在爱宝脚边不断的捣乱。一会儿通道门打开，爱宝率先走出通道门口，爱宝完全没有去管瑞宝和辉宝，所以只能由江爷爷给瑞宝和辉宝抱出来。但辉宝看到爷爷给自己抱出来后，接着又走了，而辉宝则追着爷爷又跑了回去。不过一会儿，爷爷给瑞宝抱出来时，辉宝又跟着爷爷跑了出来。辉宝最近有点活泼过头了，爷爷给瑞宝放到小亭子上后转身离开，但辉宝却没有要留下来的意思，又跟着爷爷跑走了。江爷爷这刚上班就已经开始喘粗气了，不过好在给姐妹俩放下后，江爷爷可以去休息一会儿。而姐妹俩刚出园区还没5分钟，这边又打了起来。辉宝咬着姐姐的皮套，用力的拉扯。瑞宝对最近的辉宝表示根本惹不起。辉宝再也不是刚出门时的社恐熊了，不过瑞宝也不是吃素的。瑞宝正面刚不过就搞偷袭，而爱宝则一副从容淡定的样子。从来到园区后就一直坐在小木床上吃竹子。姐妹俩发生了什么？爱宝根本不去管。一会儿，瑞宝走到去往小树上的独木桥，但走到一半就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这一摔直接给瑞宝摔懵了，这应该是瑞宝出门后第一次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江爷爷看到后，立马来到园区安慰瑞宝，给瑞宝清理了一下摔脏的身体，一脸心疼的抱着瑞宝离开。真不愧是亲孙女。时间来到1月22日，今天江爷爷来到园区，和姐妹俩玩起了捉迷藏以及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姐妹俩扮演老鹰，爷爷扮演小鸡。小鸡带着2只老鹰满园区跑，不过2只老鹰现在自己还照顾不过自己来，小鸡没抓到，自己都快给自己摔懵了。下午2点，姐妹俩下班回家，刚到家，姐妹俩就问爱宝要奶喝，看样子是刚才跟爷爷玩了一会儿玩饿了，而爱宝则闭眼默念，轻声的要忍住，不能打。早上江爷爷上班来到办公室后，先是来到瑞宝和辉宝的房间，看了看姐妹俩在干嘛。此时瑞宝和辉宝正在学着妈妈的样子吃竹子，别说姐妹俩学的还有模有样的，但对爱宝来说，这俩小崽子却有点碍事儿。爷爷给瑞宝、辉宝带到隔壁房间，给姐妹俩擦身子。给姐妹俩擦完身子离开时，爷爷表示真累啊，感觉自己真的老了。就在江爷爷转头的功夫，辉宝爬到了栅栏上面。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江爷爷也被这一波震惊到了。中午，江爷爷接福宝回室内园区。福宝听到爷爷的声音后，小心翼翼地从树上下来。爷爷夸福宝很棒，不过此时福宝还没有想回室内的心，而爷爷则在园区外面不断呼喊着福宝。福宝仰头看向爷爷，表示让爷爷再等一会儿。爷爷眼看福宝没有想回室内的心，便答应福宝让福宝在室外再玩一会儿。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爷爷在前面记录着乐宝，而饲养员姨姨在江爷爷身后记录着江爷爷。一会儿福宝园区飞来一只不速之客，福宝立马跑去查看什么情况。福宝表示这是我的地盘，其他动物不能随意进入。等福宝在室外园区彻底玩够了，才来到了室内园区。福宝在室内园区的小亭子上吃了会儿胡萝卜和竹子后，便直接来到树上睡觉。晚上爷爷下班前来到了爱宝房间看望爱宝，爱宝听到奶爸的声音，立马回过头来仔细聆听。而瑞宝和辉宝此时正在房间的角落缩在一起睡觉。一秒，爱宝正在和辉宝贴贴，下一秒，爱宝玩烦了就给辉宝推开，而辉宝则识趣的转身离开，懂事的令人心疼。但辉宝越想越不对，心想难道自己是妈妈的一个工具熊吗？转头询问妈妈什么意思，但爱宝正等待奶爸给自己开门，根本没有要搭理辉宝的想法。辉宝心想工具熊就工具熊吧，别揍自己就行。辉宝再次识趣的离开，辉宝迈着自己的小步伐来到了小亭子下面来找姐姐。虽然姐妹俩总是打架，但是不见面时彼此也是会想念的。辉宝看姐姐也挺无聊的，转身离开，而瑞宝则反跟上了辉宝。
这一下不是辉宝想和瑞宝玩了，而是瑞宝想和辉宝玩。辉宝来到小亭子下面往里爬去，而瑞宝刚要去抓辉宝，辉宝突然闪身，让瑞宝扑了个空。而这时没有等来奶爸开门的爱宝走了回来，爱宝的气场直接给瑞宝吓倒了。辉宝紧跟妈妈的步伐来到了小亭子上，虽然爱宝总是揍自己，但辉宝依旧觉得待在妈妈身边有安全感。辉宝看妈妈抱着树干，自己也要抱着，学习着妈妈的一举一动。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吹风，爷爷新为福宝制作了一个小亮台。福宝抓着树干，小心翼翼地往树上爬去，虽然爬得有点费力，但经过福宝的一番努力，也总算是爬了上去。福宝坐在上面很是舒服，一边享受着微风，一边吃着竹子。福宝这时感觉风越来越大了，在树上有点危险。福宝开始尝试爬下去。刚开始福宝决定想要像在室内下树一样，脑袋先塞树缝里，然后再翻下去，但结果发现脖子有点短，这个方式不行。于是福宝便又换了一个姿势。这次福宝小心翼翼地抓着小亮台，然后小脚一点一点地向下伸去，找到着力点后再伸出另一只小脚。福宝动作缓慢，但是很稳。这一次福宝成功爬了下来。晚上福宝回到室内，发现今天小滑梯上妹妹们留下的气味有点重，于是福宝便给妹妹们的气味擦掉了，重新标记上了自己的气味。